大强，你可回来了！我真是被你媳妇气得够呛，你得替我撑腰啊！妈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媳妇一直老老实实的，怎么敢给你气受呢？明天就是你奶奶88岁大寿了，你奶奶让我整2桌，她要好好热闹一番。妈，那关我媳妇什么事啊？你真是没良心！你妈这么大年纪了，是享清福的时候也没那个力气做，这是你媳妇不帮着做，还能谁做呀？可是你老婆不愿意做饭啊，说去酒店整几桌就行了。我觉得去酒店肯定不成，死贵的，还不好吃，分量又少。咱们家地方大，办2桌酒，位置绰绰有余。你奶奶肯定喜欢在家吃，你说呢？妈，我当然听你的，你说的对，酒店里办太贵了，不划算。奶奶88岁大寿，咱们是要办的热闹点，在酒店没氛围，大家吃好拍拍屁股走人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我老婆怎么如此不懂事？是啊，她现在仗着肚子里怀了一个，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说了必须要在家办，她直接走人了，你说气不气？妈，你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，我让她做她不敢不做的。还是我儿子厉害，你记住，一定要准备的体面点。你奶奶也没几年好活了，让她开心开心。于是老公立马找到老婆，让她必须做几桌饭菜。老婆，明天就是奶奶88岁生日，你作为孙媳妇就好好孝敬孝敬她一下吧，毕竟她平时最疼你了。明天就由你来做饭。老公，你也不看看我现在什么情况，快8个月的肚子，我哪有精力做2桌饭菜啊？听我的，咱们去隔壁新开的酒店办几桌就成了，钱我来出，总行了吧？隔壁的酒店干净卫生，听说挺好的。老婆，我们年轻人没事，可是奶奶这么大的年纪，肠胃不好，酒店饭菜重油重口味不适合，你明白吗？再说了，你的钱还不是我的，你能不能别那么败家？挣点钱容易吗？在家办多好啊，大家叙叙旧，唠唠嗑，再吃个饭，氛围感多好。既然如此，你妈不可以做吗？她是奶奶的儿媳妇，就该她尽孝啊，以后想孝顺都没这种机会，这个时候就该好好露一手。我妈年纪这么大了，你怎么如此不孝？明天她还要招呼亲朋好友呢，哪有空做饭？而且这2桌要是让她做，你不怕她累着吗？你替我妈尽孝不行吗？娶了媳妇还要操劳，那我妈还不被人笑话死？要是因此累到了，还不是要你伺候她？那你弟媳妇呢？她也可以做的呀，同样都是儿媳妇，凭什么我来做？我弟媳妇哪会做饭，平时还是我妈做给她吃的呢，你推3阻4的干嘛？不就烧几桌菜吗？你家可是开饭店的，你手艺也不差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我会做，我就该多承担点吗？咱们家平时都是我在做，还不够吗？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老婆呢？实在不行就让你弟媳妇给我打下手。老婆，你就辛苦点嘛，别为难我了，弟媳妇的脾气那么差，我可不敢去招惹她。你就是欺负我好说话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我真没这个体力做啊，我都怀孕快8个月了。老婆没事的，这个时候就该多运动，这样到时候好生产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可是我这几天行动都笨笨的，肚子感觉也不舒服，我怕累了会出意外。你就别矫情了，不就怀个孕吗？哪有那么脆弱的？我一个人整2大桌真的不行，你看我的脚都这么浮肿了，我真的做不了那么多。你要真想我做，总得找个人给我打下手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可是个大男人，君子远庖厨，你不懂吗？我从来没做过菜，到时候帮到忙可就不好了。我有个主意，你还是叫你弟弟来做，他如今开饭店，做菜有一手，子承父业，手艺又更上一层楼。你们姐弟一起做，你也不用太累。看丈夫打定主意要她做菜，老婆十分无奈，又去找婆婆商量。妈，明天的酒菜我真的做不了，怀孕太难受了，没多久我又要生了，没力气做。这个家现在也只有你能做，你不做谁做呢？你别拿怀孕当借口，我又不是没生过，忽悠谁呢？反正这差事交给你了，你好好干，别丢我脸，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妈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怀孕的辛苦你难道不懂吗？如今我肚子这么大，你不怕孩子出问题吗？我生了2个儿子，小儿子还是在田里出生的呢，我干那么重的农活都没问题，2个儿子健康壮实，到你这就不行了吗？别唧唧歪歪的，就这么定了。今天家里我还要大扫除呢，忙得很。老婆，你就按我说的办，叫你弟弟饭店关门1天来给我们整2桌，记住让他带点店里的高档食材过来。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就有力气干了。老婆，你懂点事。老婆只能厚着脸皮找弟弟帮忙。小弟最近店里生意好吗？大姐，我最近生意可好了，现在出来吃饭的特别多，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好在付出就有回报，我每天能赚5000多呢。姐，你快生了吧，
注意多休息啊。等你生了我小外甥，我包个大红包给你们。小弟，姐姐有事找你商量，太难为情了。大姐，咱们一家人有啥不好说的？你想让我做啥，我都二话不说就干。哎，你姐夫奶奶明天88岁大寿，我婆婆想让我在家做2桌菜，可是我这么大的肚子，一个人压根忙不过来，想让你。大姐，我来做菜是没问题的，可是他们家是不是欺人太甚啊？你都这么大的肚子，他们还想让你做这么多人的饭菜，太过分了！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不知道拒绝呢？要是出点事怎么办？我马上找姐夫理论去。你给他家生儿育女，他怎么不知道心疼你？实在不像话。他家2儿子2媳妇，凭啥你来做他们吃现成的？弟弟，算了吧，我说过了，没用，他们铁了心要我做，我也不想闹得不愉快。姐，人善被人欺，这道理你不懂吗？你就是太好说话了，你退一步，他们进一尺。家和万事兴，弟弟你也知道，我不喜欢吵吵闹闹的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我这边关店来给你们做菜，可是要损失5000多呢。我知道，弟弟真难为你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你5000块钱吧。姐，我怎么可能要你钱呢？算了，我来就是了，还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吗？小弟，关键时刻还是你帮了我，谢谢了。明天你带点烧菜的器材，以及准备1点硬菜吧，其他我们这边有。第二天，弟弟5点就过来了，带了龙虾、甲鱼、蹄膀等等硬菜，亲戚来了20多个，大家热热闹闹的给老人祝寿。而厨房里，姐弟2人满头大汗的做着菜，姐姐突然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在地。大姐，你不能干了，赶紧去休息吧，让你婆婆来帮我。弟弟，还是我来帮你吧，我刚刚只是猛地抬头有点晕而已，现在没事了。不行，你已经忙活3、4个小时了，我都遭不住，何况你呢？赶紧去休息，叫你婆婆来帮忙，总不能他们啥也不干。那我去问问她吧。妈，你来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你没看我正忙着呢，他们拉着我唠嗑呢。妈，我不太舒服，要去休息一下，你去厨房帮我弟弟打下手吧。什么？你还想我帮你干呢？你自己要去偷懒，别太过分了。自己的工作自己完成，赶紧去做，别耽误时间。今天客人来的有点多，菜也要多准备点，别到时候吃的光盘，那真是难看。知道了妈，可是我人难受，刚差点晕倒了。那你就去厨房休息会再做呀，小题大做。你要是休息，一会上菜谁上？赶紧干活去。我现在要去陪客人，大家难得来一趟，可不能怠慢人家了。你就忍忍，也就辛苦几小时，别不懂事，赶紧去。姐姐没办法，只能回到厨房跟弟弟说了情况。弟弟气得不行，却也知道这时候不能给姐姐添麻烦，只能忍气吞声的做菜。而姐姐休息会就继续忙碌了起来。11点半，饭菜做好了，开席了。上完菜，姐弟2人刚想去找位子坐下来吃饭，可是婆婆把他们拦住了。倩倩，你和你弟弟去厨房随便吃点吧，这边没位置了，而且今天都是我家亲戚聚会，你们在这也格格不入。老婆听到这直接炸了，欺负他可以，看清他弟弟，他实在忍不了。妈，我嫁到你家5年了，原来在你眼里还是个外人呢，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孙子呢，你还不把我当家人？既然拿我们当外人，你还让我们来给你家做菜啊？我弟弟今天关了自家的店，免费来给你们做菜，直接损失5000元，而且还拿了那么多硬菜呢，你们一句感谢都没有，还不让他上桌吃饭，只配去厨房窝着吃剩菜吗？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呀！哪怕请师傅上门坐席，不仅有钱，那也有资格上桌吃饭啊！如今你们的小舅子连上桌吃饭都不能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儿媳妇，你大喊大叫干嘛？大家都看着呢。现在不是没位置了吗？不然肯定叫你们上桌吃的呀。亲戚们看着这一出都面面相觑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去厨房也没关系啊，说不定你们把最好的留在厨房呢。一家人计较这些干嘛？你懂点事。既然如此，你们母子去厨房吃最好的呀。我们辛苦了一上午，不该让给我们上桌吃饭吗？那我们得陪客人啊，你们又不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不懂事，我不懂事，所以叫我弟弟来，我们姐弟给你们当免费的佣人。我不懂事，所以害我弟弟损失了1天的收入来给你们做饭。我不懂事，所以我带着肚子都8个月了，还去厨房忙忙碌碌5、6个小时，你们去吃现成的，也没一句关心的话，也没来帮我。丽倩，你过分了，有什么不能等下再说吗？今天奶奶过寿，你想让她不快活吗？甩脸子给谁看呢？也不看看状况，你们的辛苦大家都知道，大家刚刚还夸你懂事贤惠呢，说你弟弟讲义气呢，现在都没位置坐不下了，你们将就去厨房吃点吧，大喜的日子别那么没眼力，净找不痛快。这时弟弟爆发了，够了，谁要懂事贤惠谁去做啊？说几句好话就想让一个孕妇给你们当牛做马吗？姓王的你太过分了，
我姐姐在你家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，老婆怀孕你一点都不当回事儿，还指挥来指挥去，你还是不是男人了？她刚刚洗菜都差点晕倒了，你妈倒好，忙着聊天也不愿意来帮忙。我姐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我姐姐不喜欢闹矛盾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可是你们呢，就觉得她好欺负是吧？得寸进尺，不把她当人看了。我姐在我家的时候，我爸妈都不舍得她干活，到你们家来，跟个老妈子似的伺候你们全家，换来你们的狼心狗肺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。今天我拿来的食材以及我的辛苦费，你们得给我8000元，否则这顿饭就别吃了。小舅子，都是自己人，你怎么如此斤斤计较？我是你姐夫，你还要收我钱啊？这是两码事，还是算清楚的好。我可没那么好拿捏。今天你必须给我8000块钱，并且让我和我姐上桌吃饭，不然大家都别想痛快。小舅子，你是蹬鼻子上脸吧？今天我家亲戚都在呢，你是来闹事的吗？你想你姐以后在家日子不好过呀？事到如今，你不知错，还敢威胁我？你以为我是我姐啊？我可没那么好欺负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拿钱。你怎么回事？一家人还这么抠搜，居然要账要到我这个姐夫头上了。这钱我是不会拿出来的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回头我告诉岳父岳母，让他们好好治治你。我这人有一点不好，吃软不吃硬，你还想告诉我爸妈？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女婿重要，还是我们这亲儿子女儿重要。既然你不想掏钱，那这顿饭我看你们吃不了了。弟弟直接掀翻了两人桌，地上一片狼藉。既然你不珍惜我姐姐，那日子以后别过了。我相信我爸妈会支持我的决定的。你们这样的人家配不上我姐，我家也不想有你们这种不要脸的亲戚。亲戚们目瞪口呆，而婆婆和老公都慌了。大家赞同小舅子的做法吗？支持的点点小心心哦。